村委会前的空地上，村里的养鱼大户张浩突然骑着三轮车，双目赤红的朝我撞了过来。赵明，你这丧良心的畜生！40块收我们的鱼，转手就卖100块，我他妈撞死你！好在我反应迅速，及时跳向一边，才堪堪躲过这呼啸而来的三轮车。村民们被这一幕吓傻了，村长兰花更是对着张浩破口大骂，让他滚过来给我道歉。可他话音刚落，张浩就满脸怒气地冲到了我跟前。我道歉？我看是他赵明该给咱全后牛村的人下跪道歉。说完，张浩就直接把几张传单甩到了我脸上，那是几家跟我有合作的高端商超的宣传单，主打产品就是后牛村的马口鱼。张浩举着传单大声叫嚷着：“大家都过来看看，赵明这畜生1斤鱼就抽走了我们60块血汗钱，这3万斤鱼他足足赚了我们180万啊！180万这个数字宛如一记重磅炸弹，炸得村民们是眼冒金光。下一秒，他们就疯了似的抢走了那几张传单。看到上面赫然写着“后牛村特产马口鱼”以及100元1斤的字样后，他们彻底炸了，纷纷骂我是个白眼狼。村长脸色铁青地压下众人的声音，在看我时眼里满是怒火。赵明，你真赚大伙这60块的差价了。婶儿，那100块1斤说的是极品鲜鱼，100斤里能出2斤就不错了。而且为了给咱村拉鱼，我可是下了血本。这活鱼运输车队、充氧系统可花了我不下200万啊！41斤已经是我能给的最高价了。可我话刚说完，他就是一口吐沫吐到了我脸上。你放屁！什么狗屁充氧系统，不就是往车里装点水吗？能值几个臭钱？村长刚说完，张浩立马接话：“赵明，我们风吹日晒的辛苦1年，凭什么你开个破车就想拿大头？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涨到80一斤，我们就是把鱼喂猪也不卖你！”张浩说完，村民们纷纷响应，甚至还有人说张浩太仁慈，就应该卖我100一斤。这话给我气笑了，同时也将我心底那份带全村致富的乡土情节彻底磨灭。宁愿喂猪也不卖我是吗？行啊！说完，我转身一把拉开货车大门，指着里面已经装车的鲜鱼，声音冷冽：“那就全拿回去喂猪，这鱼我不收了。”一把拉开车门，随着发动机的一声轰鸣，我带着整支车队疯也似的离开了这里。良久，直到我的车队彻底消失在村口，才有村民如梦一般低语起来：“他真不收了，他真不收了。”这话惊醒了不少村民，他们看着满地挣扎的马口鱼，心疼简直要滴血。有村民跳出来对着张浩大声叫骂：“张浩，都是你他娘害的，非扯什么80一斤，现在把赵明气走了，别说80，1毛钱都没了，老子不管，这钱你必须赔老子！”听到这话，其他村民也纷纷叫喊着要让张浩赔钱，可张浩却对此毫无惧色，反倒是一拍胸脯大吼道：“都叫个屁呀！赵明那白眼狼，这是跟咱玩欲擒故纵那一套呢，他现在就等着咱去求他呢。再说了，没了他张屠夫，咱还不吃带毛猪了？老子早就打听好了，城里生鲜市场在大量收购马口鱼，咱自己雇车去卖不就得了？”
车里倒，而张浩则是直接抱起那一箱防腐液，在每一个车厢都倒了满满几大瓶。就这，张浩还觉得不算完，他又拉住几个村里年轻人：“哎，你们几个，赶紧再去搬几大袋饲料过来，往每个车里都多倒点儿。”有村民问这是啥意思，可张浩却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傻呀？这一路上鱼能多吃1斤，咱不就多赚100块？他要吃100斤，咱不就多赚1万了？村民们对这话深感佩服，纷纷赞叹张浩简直就是个天才。就这样，那几个小伙子在张浩的鼓动下，往每个车厢都倒了不下300斤饲料。随着厚重的雨布盖上车顶，张浩就像个即将出征的大将军一样，他站在车前，大手一挥，出发！前牛村与后牛村那股自信劲不想装出来的，当即就表示要先看看货。一听这话，张浩笑得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上了，他立马转身招呼起同村来的年轻人：“来，马上把雨布拉开，给老板们看看咱村的宝贝疙瘩。”那几个年轻人倒是手脚麻利，说话功夫就把雨布直接扯了下来。可就在那雨布落地的一瞬间，一股死鱼的腥味儿夹杂着刺鼻的药剂混合而成的恶臭就冲天而起。那股冲天恶臭瞬间席卷了整个水产批发市场，周围摆摊的商户、进货的小贩、路过的行人，一个个慌忙捂住口鼻，连连往后倒退。有人忍不住弯下腰，捂着胸口，当场干呕出声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整个偌大的水产批发市场一瞬间被这股恶臭笼罩，热闹的市集瞬间安静了大半。我拿着手机视频，屏幕里把现场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眼底一片冰冷，没有半分波澜。光头批发商原本还端着大老架子，准备好好验货拿货，此刻脸色铁青到极致，他眉头死死拧在一起，鼻翼不停瘸动，强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。这到底拉的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？一股子药水腐臭味直冲脑门，你是故意来祸害我们整个批发市场的吗？光头批发商指着张浩，嗓门陡然拔高，怒火几乎要从眼底喷涌而出。张浩脸上原本那副得意洋洋、志在必得的神色，瞬间僵在了脸上。他脸上的嚣张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慌乱心虚，还有一丝不敢置信的茫然。他下意识抬手扇了扇空气，可那股恶臭味挥之不去，反倒越闻越呛人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倒了防腐液保鲜，还专门盖带紧了雨布，怎么会臭成这样？张浩嘴里喃喃自语，脚步下意识往后缩，眼神飘忽，不敢直视光头批发商的眼睛。站在一旁跟着来后牛村的村民，此刻也全都傻眼了，一个个伸长脖子往车厢里探头，只看了一眼，瞬间浑身发凉，手脚都僵在了原地。原本从村里装车时还活蹦乱跳的马口鱼，此刻彻底没了半点生气。整条车厢里密密麻麻的马口鱼全部肚皮翻白，鱼身发胀发肿，鳞片脱落，鱼身被高温焖得软烂，渗出一股股黑绿色的浑浊污水，顺着车厢缝隙往下滴答流淌，落在滚烫的水泥地面上，散发出更加令人窒息的腐臭，引来一大群绿头苍蝇嗡嗡盘旋。车厢底部，之前张浩让村民倒进去的几百斤饲料被积水浸泡的发胀发酵，饲料混着死鱼内脏、鱼鳃粘液，搅成了一滩黏糊糊、臭烘烘的烂泥。一个年轻后生下的腿都软了，嘴唇哆嗦着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完了，真的全完了，一条活鱼都没有，全都烂透了。”
村长兰花挤开人群，跌跌撞撞冲到货车车厢边，探着头往里一看，仅仅一眼，他整个人身子猛地一晃，脚下发软，差点直接栽倒在满地臭水里。他双手捂住嘴巴，眼泪瞬间不受控制涌了出来，顺着脸颊不停往下淌。3万斤啊，整整3万斤马口鱼，咱们全村人熬了一整年的心血，就这么全都毁了，1分钱都卖不出去了。兰花哽咽着，身子不停发抖，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村民们瞬间炸开了锅，压抑在心底的恐慌、愤怒、后悔，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。都怪张浩，都是你瞎出馊主意。好好的照明41斤收，安稳拿钱不好吗？非要撺掇我们涨价到80，还乱用什么保鲜药水，又往车里倒一大堆饲料。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全村啊！有人情绪彻底失控，红着眼睛冲上去，一把揪住张浩的衣领，恨不得当场动手。张浩被人揪着衣服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浑身发抖，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。张浩原本以为自己聪明绝顶，懂什么科技保鲜，能甩开我自己，带着全村赚大钱，以为随便装点水、盖块雨布、倒点药水，就能把鱼完好无损拉进城卖高价。可他根本不懂活鱼运输的门道，不懂冲氧、控温、通风、保鲜的专业逻辑，只凭着自己想当然的小聪明胡乱操作，硬生生把3万斤好鱼全部闷死闷烂。老刘的声音从视频里传来，语气满是唏嘘和无奈。他说他在市场做这么多年水产，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离谱的操作。高温天密闭盖死雨布，乱倒防腐液，还往车厢里狂倒饲料发酵，说那根本就不是运鱼，简直是自制毒垃圾，纯属自取灭亡。镜头回到光头批发商那里，此刻的他早已是怒火冲天，光溜溜的脑袋上是青筋暴起。他指着张浩破口大骂：你他妈的脑子有坑吗？防腐液用于生鲜水产保鲜是违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用化学药水泡鱼，高温密闭闷烂，还想卖给我们流入商超餐桌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这种变质带毒的水产，一旦流入市场，吃出人命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周围围观的商户越聚越多，围成了一个大圈。他们对着张浩等人是指指点点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他们都说这张浩简直是太缺德了，为了赚快钱，竟然乱用违禁化学品，拿老百姓健康开玩笑，还说像他们这种人，那村子里养出来的鱼，以后就是给再多钱也不收。这一句句议论像刀子一样扎在后牛村每个村民的心口上。他们低着头，满脸羞愧，不敢抬头看人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也就在场面一片混乱之际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，由远及近，格外刺耳。红蓝交替的警灯一路闪烁，市场监管局、环保局、派出所联合执法车辆快速驶来。原来早就有路过的市民和市场商户闻到刺鼻异味，看到变质毒鱼，直接拨打了举报电话。执法人员迅速下车，立刻拉起黄色警戒线，把7辆货车全部围在中间，禁止任何人靠近。几名身穿全套白色防护服、戴着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向车厢，他们手持专业采样仪器，检测试管，小心翼翼抽取车厢内的污水、腐烂鱼体样本，动作严谨规范，神情严肃凝重。现场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压抑。张浩看到警车和执法人员那一刻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。他心里清楚，乱用违禁药水运输售卖变质有毒水产，已经不是赔钱那么简单，轻则巨额罚款，没收全部货品，重则立案调查，追究刑事责任。他趁着人群混乱，低着头就想悄悄往人群后方溜掉，打算脚底抹油跑路。可市场保安早就盯着他了，2步上前直接拦住去路，伸手牢牢按住他的肩膀：别想跑，老老实实配合调查。你跑得了今天，跑不了明天。保安语气强硬，手上力道十足，把张浩死死按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张浩挣扎了几下，根本挣脱不开，只能耷拉着脑袋，眼神空洞，彻底没了往日的嚣张。村长兰花看着执法人员严谨执法，再看看烂成一滩的马口鱼，满心都是无尽的悔恨。他后悔当初不分青红皂白，听信张浩挑拨，当众朝我吐唾沫，带头逼我涨价，后悔当初无视我的耐心解释，不懂冷链损耗、渠道成本，就认定我赚黑心钱，后悔当初跟着村民一起起哄，宁可把鱼喂猪，也不愿按约定卖给我。好好一条稳稳致富的阳关大道，被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愚昧亲手堵得死死的。没过多久，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出炉，执法人员拿着检测报告单，面色越发凝重。现场检测结果，车厢污水及鱼体样本中防腐液严重超标，同时检测出高浓度氨氮。
我们的血汗钱。要不是你瞎忽悠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？你必须负责到底。你自己想发财，别拉着全村人垫背。现在出事了，你想跑都没门儿。场面彻底失控，推搡、怒骂。不用给我留情面。老刘连忙应声表示，一定盯紧现场，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挂断视频，我望着车窗外乡间平整的柏油马路，心里一片清明。从我决定掉头离开后牛村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他们迟早会走到这一步。我诚心诚意回乡带村民致富，愿意高于市价收鱼，自掏腰包搭建冷链，打通商超渠道，愿意花钱请技术员帮他们优化养殖、改善水质、挑选鱼苗，兜底减产残次鱼。可换来的从来不是感恩和守信，而是猜忌、抹黑、坐地起价，甚至开车冲撞、当众侮辱。人心一旦被贪婪填满，再好的善意，再稳的出路，也留不住他们。我的冷链车队继续平稳前行，恒温车厢始终保持4度恒温，全程充氧活水保鲜。车厢里装着前牛村送来的马口鱼，条条青鳞银身，活力十足，没有一条残次。死鱼、伤鱼，鱼身干净透亮，鱼鳃鲜红，鱼腹饱满，是实打实的生态精品野生马口鱼。没过多久，车队稳稳驶入城里最高端的生鲜商超中央仓储冷库，厚重的冷库大门缓缓向两侧打开，一股清凉干燥的冷气扑面而来。商超采购马经理带着质检组长、品控专员早已等候在门口，满脸期待。看到我的车队稳稳停下，马经理立刻快步迎上来，脸上满是笑意。赵总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前段时间你
我全包了。只要坚守品质，不掺假，不用违禁药，不投机取巧，行情好，我还给大家涨价。接下来我会投入资金帮村里升级鱼塘，改造水质，引进优质鱼苗，培训养殖技术，打通线上电商、线下商超，节日礼盒多条销路，让大家年年稳赚，户户致富。话音落下，村委会大院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久久不散。就在前牛村一片喜气洋洋、欢声笑语之时，10公里外的后牛村彻底坠入了无底深渊。批发市场那边，执法人员完成现场取证、货品查封，人员登记后，当场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以张浩为首的牵头人因违规使用违禁化学药剂，企图售卖有毒有害食品，处以高额罚款，同时移交公安立案调查，后续根据危害后果，有可能面临行政拘留，甚至刑事追责。7辆装满烂鱼的货车被环保专用拖车统一拖走，整车腐臭死鱼作为有毒危废集中焚烧销毁，产生的清运、焚烧、环保处理费用核算下来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全部摊派到全村农户头上。货车司机扣留在现场不走，天天堵着村长兰花和张浩家属索要赔偿、误工费、车厢清洗费。村里原本靠养鱼维持生计的农户，大多都借了高利贷、饲料款、鱼塘承包费，如今3万斤鱼血本无归，还要承担罚款、销毁费、司机赔偿款，瞬间负债累累。高利贷催收人员得知消息后，天天开着面包车进村上门催债，态度蛮横强硬。还不上钱的农户被强行拉走家里农具、家电、粮食，甚至威胁抵押鱼塘和宅基地。往日平静的后牛村，每天都充斥着哭喊声、争吵声、催债声、埋怨声，邻里之间彻底撕破脸皮，你怪我，我怨你，互相指责，互相谩骂，人心彻底涣散。当初跟着起哄逼我涨价，朝我吐唾沫，扬言开车撞死我的村民，如今个个悔不当初，每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怕被人指指点点，怕被债主上门逼债，更怕被村里人唾骂。村里的鱼塘无人打理，水质渐渐变差，水草疯长，原本好好的养殖资源慢慢荒芜。更致命的是，经此一事，整个城里水产圈、生鲜商超、收购贩子全部拉黑后牛村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后牛村村民贪心无度，不讲诚信，乱用违禁药水，敢卖毒鱼，谁都不敢再跟后牛村有任何水产合作，哪怕价格再低，也没人愿意冒风险收货。哪怕往后他们老老实实养鱼，不用药水，品质再好，也再也没有稳定销路，等于亲手毁掉了自己村子多年积攒的养殖口碑，断了世世代代的致富路。过了2天，我正在前牛村和老村长规划鱼塘扩建、生态养殖基地建设方案，村口突然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、哭泣声，还夹杂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药味。远远望去，一群人灰头土脸，衣衫脏乱，神情萎靡，正低着头往前牛村村委会走来。为首的正是后牛村村长兰花，她头发凌乱，满脸憔悴，眼角红肿，走路都有些踉跄。身后跟着10几户后牛村的农户，个个面带愁容，神情卑微，完全没了往日的蛮横嚣张。老村长见状，立刻脸色一沉，带着前牛村10几个青壮年村民快步上前，直接堵在村口，神色警惕，目光严肃，不让他们随意踏进村子半步。我放下手里的规划图纸，缓缓站起身，平静看向那群不速之客。兰花看到我，眼睛一下子红了，快步上前，扑通一声，直接跪在满是露水的泥地上。身后10几个村民见状，也一个个跟着稀里糊涂跪了一大片，哭声一片。赵老板，赵大善人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救救我们后村全村人吧！兰花跪在地上，泪水不停滑落，声音哽咽，满是卑微和给老人孩子留条活路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，眼底满是不屑。我告诉他们，就现在他们那些马口鱼根本就不是普通死鱼，防腐液可是国家严厉禁止在食物里面添加的，防腐液含有甲醛等有害物质，食用后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。拿去做饲料会毒死鸡鸭鱼虾，做有机肥会污染土地，渗透地下水，祸害周边农田水源。我做的是高端生鲜供应链，守的是食品安全底线，对接的是千家万户的餐桌。你觉得我会收下这批毒垃圾，毁掉自己多年打拼的口碑？
替你们的贪婪愚蠢擦屁股吗？我的话一字一句，重重砸在每个后牛村村民心上，让他们羞愧的抬不起头。另一个老村民红着眼苦苦哀求我说，他们以后再也不敢贪心了，以后绝对老老实实养鱼，绝不掺假，绝不乱涨价，问我能不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可我只是目光冰冷地扫过他们，语气冷冽地吐出2个字：滚蛋！这2个字听得后牛一众村民们眼底彻底没了希望，可这也只能他们太过贪婪。眼神空洞，满心都是无尽的悔恨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和村民亲手丢掉的是一辈子都再也遇不到的安稳致富路。当初为了多赚40块1斤的差价，丢掉了契约，丢掉了感恩，丢掉了底线，丢掉了未来。如今落得负债累累，名声败坏，销路断绝，村子萧条，全是自作自受。有人不甘心，还想再哀求几句，却被身边人死死拉住，无奈摇头。再求也没用，人心伤透了，规矩打破了，谁也不会再给他们第2次机会。一群人垂头丧气，步履蹒跚，从地上慢慢爬起来，灰溜溜地转身离开前牛村，背影落寞狼狈，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。目送后牛村一行人灰溜溜走远，我站在前牛村村口，望着他们落寞佝偻的背影，心底没有半分波澜。人心一旦被贪婪啃食殆尽，再好的机缘也扶不起一群不懂感恩的人。老村长走到我身旁，望着远去的人影，重重叹了一口粗气。赵老板，你心地仁厚，换做旁人早就冷眼旁观，压根儿不会给他们半句解释，只是他们执迷不悟，被贪心蒙了眼，谁拉都拉不回来，纯属自作自受。我微微点头，目光落回前牛村成片清亮的鱼塘上。比起纠结后牛村的落魄下场，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守规矩、讲诚信的人身上。当天下午，我便召集前牛村村委班子，坐在村委会大院，细化后续养殖发展规划。我当场敲定资金投入，准备给全村鱼塘统一加装全自动水循环系统和恒温冲氧设备，同时联系水产研究所，下周安排专业技术员驻村，免费手把手教村民生态育苗、病害绿色防控，还规划搭建村级生鲜分拣车间，统一分级、打包、真空锁鲜，打造专属马口鱼地域品牌。老村长和村委成员听得满脸振奋，一个个拿着纸笔认真记录，生怕漏掉半个关键点。村民们得知消息后，更是干劲暴涨，家家户户自发清理塘边杂草，修缮塘埂水渠，人人都把心思扑在养鱼上，恪守不掺假、不用药、不投机的村规铁律。而另一边，狼狈回到村里的后牛村众人，刚踏进村口，就被漫天的怨气和指责包围。没去城里的留守村民早已等候在晒谷场，一个个面色铁青，怒气冲冲围了上来。你们还有脸回来？鱼没卖掉，还倒贴罚款和销毁费，我们往后日子怎么过？当初我就说别听张浩瞎忽悠，非要跟赵明撕破脸。现在好了，彻底把路走死了。高利贷天天上门催，鱼塘没人收，我们一家老小难道要喝西北风吗？七嘴八舌的指责像潮水一样涌向兰花和跟着去求情的村民。兰花心力交瘁，连日奔波，加上满心悔恨，再也撑不住，身子一软，靠在老槐树上。他说是他们自己做错了事，丢了诚信，凉了我的心，怨不得我。他还说他也很后悔，可事已至此，就算他们再低三下四去求人，我也根本不会给他们机会。有人不甘心，红着眼眶说，凭什么前牛村能跟着我发大财，他们就只能守着烂鱼塘受穷？甚至还有人提议他们再组团去一次，多跪几天，总能磨得我心软。可这话一出，立刻就被年长的村民厉声制止。别再去丢人现眼了，我们已经失信一次，再去纠缠，只会让人更看不起，连最后一点脸面都丢光。人家以诚待我们，我们以怨报德，换作是谁都不会再心软帮扶。
众人瞬间沉默下来，满心憋屈，却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语。张浩自从被处罚立案后，整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成了全村人人唾骂的罪人。家里天天被村民围堵讨要说法，妻子整日以泪洗面，孩子在村里都被同龄人孤立。他原本幻想靠着小聪明带领全村暴富，自己从中捞一笔油水换车攒钱，到头来不仅1分钱没赚到，还背上巨额罚款，留下案底，名声彻底败坏。张浩偶尔偷偷出门，听到邻里的指指点点，冷嘲热讽，只能低着头快步躲开。夜里躺在床上，回想当初我耐心解释成本，承诺保底收购，真心带大家致富的画面，悔恨像针一样扎在心头。可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，错一步便是满盘皆输。没过几日，周边几个村镇的水产养殖户都听说了后牛村的闹剧，人人都唏嘘感慨，感叹好好的致富机遇被贪婪和无知亲手葬送，也都暗自引以为戒，明白做养殖做买卖规矩和诚信永远是立身之本。不少邻村村长特意托人联系我，希望能效仿前牛村，跟我签订长期保底收购合同。我一一应允，但只提一个条件：恪守品质，坚守诚信，不玩猫腻，不坐地起价。愿意守规矩的，我就倾力扶持；心存贪念，只想算计的，我一概婉拒合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全身心投入前牛村生态养殖基地的建设，出资硬化鱼塘塘基，改造净水排水系统，搭建生态增养设施，引进优质马口鱼幼苗，免费给村民开展养殖培训，规范投喂、水质管理、病害防控、成鱼筛选标准，立下铁规，不喂违规饲料，不用违禁药剂，不掺残刺死鱼，不投机耍滑，谁坏规矩，立刻取消收购资格，全村联合抵制，绝不姑息。前牛村村民人人自觉遵守，用心养鱼，安分做事，踏实挣钱。短短1年时间，前牛村马口鱼打响高端生态特产名气，不仅霸占本地高端商超，还打进周边1线城市生鲜专柜、高端酒店、节日生鲜礼盒市场，甚至接单外销。家家户户盖起新房，添置新车，供孩子读书还清外债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村里修起水泥路，建起文化广场，添置健身设施，新办乡村书屋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看到家乡发展向好，纷纷选择回乡创业，加入生态养殖产业链。而反观后牛村，日子一天比一天萧条破败。张浩最终被处以大额罚款，留下案底，名声彻底臭了，在村里抬不起头。村里大批鱼塘闲置荒芜，水质恶化，再也无人愿意养殖水产。高利贷逼得不少农户变卖房产，抵押宅基地，举家外出打工逃难。邻里依旧互相埋怨，人心涣散，风气败坏，周边村庄都不愿与之往来联姻。曾经水草丰美，靠养鱼致富的村落，彻底因为一场贪婪的闹剧走向没落衰败。几年后，又是一年秋风起，河水良马口鱼肥美上市的季节。我站在前牛村新建的生态观景平台上，望着连片整齐的生态鱼塘，水面波光粼粼，水草青青，清风拂面，满是淡水鱼虾独有的清新气息。老李拿着一份海外出口订单，满脸兴奋走到我身边，眼里满是敬佩。赵总，咱们前牛村的马口鱼现在已经打进东南亚高端生鲜市场了，订单排到年底。要是当初后牛村那群人不贪心守规矩，现在这份好日子本该也有他们一份。我端起手边的清茶，淡淡抿了一口，目光望向远方连绵的田野。人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，靠运气和贪心侥幸得来的财富，终究会靠自己的实力和愚昧全部亏回去。做生意、做产业、做人，拼到最后，从来不是小聪明，不是算计，不是坐地起价，拼的是规矩，是诚信，是底线，是感恩，是守住本心的长远格局。贪婪可以让人得意一时，却永远无法让人安稳一世。唯有坚守诚信，敬畏行业，懂得知足，知恩图报，才能稳稳走在致富的阳光大道上。微风拂过水面，泛起层层金色涟漪，在秋日暖阳下，闪耀着本分与诚信最耀眼的光芒。